有个年年应验的世界杯老梗，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依旧精准戳中笑点。中国除了国足没去，能去的、能用的、能撑场面的，基本全员就位。别人是各国球队逐鹿绿茵场，而这届世界杯的隐藏剧本是中国全产业链奔赴北美赛场，硬生生把国际顶级体育盛宴变成了中国制造的大型实力秀场。很多人看世界杯只盯着球星、赛程和比分，但内行看门道，一眼就能看出核心彩蛋。如今的国际顶级赛事早就离不开中国供应链、中国技术、中国品牌和中国文化。从赛场的大屏草坪到球迷手里的助威道具，从官方授权奖杯到赛事核心判罚技术，甚至是赛场独一份的东方非遗美学，全部刻满了中国印记。本期影片，小编就来盘点一下这届世界杯悄悄承包全场的中国力量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首先登场的是世界杯的气氛天花板，也是老网红浙江义乌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只要有世界杯的地方，就永远逃不开义乌的掌控。往年大家对义乌的印象就是低价小商品代工厂，靠薄利多销抢占市场。但今年的义乌早就完成华丽蜕变，彻底跳出了低端贴牌的老路子。得益于本届世界杯扩军改制，参赛队伍从32支增加到48支，多支小众球队首次晋级决赛圈，直接带火了各类小众周边订单。从去年夏天开始，义乌商家就早早开启备赛模式，比往年提前布局研发生产，各类世界杯周边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，整体涨幅达到20%至30%，部分商家订单直接翻了5倍，火爆到生产线都跟不上订单增速。数据不会骗人，去年义乌体育用品出口额首次突破100亿大关，同比涨幅20.3%。今年一季度依旧稳增不降，单月最高增幅直冲38.5%，实力稳居全球世界杯周边第一供应地。这么说吧，大家看球时手里的球衣、围巾、大力神杯摆件、助威喇叭，甚至网红足球尖叫机，全网70%的同款货源都来自义乌。以前的义乌，客户给什么图纸就老老实实做什么产品，完全被动接单。现在的义乌商家早就学会了主动拿捏场，提前研究各支球队的球迷喜好、市场热度，自主设计新款，打磨爆款。为了适配不同场景，商家还脑洞大开，推出了儿童迷你球衣、宠物专属球衣，把小众个性化需求拉满。更硬核的是，不少商户手握上百项国内外专利，从设计、打样、生产、印花到出货，全产业链一站式搞定，成本更低，速度更快，款式更新。别人还在等待订单，赶工生产的时候，义乌早就备好现货，发完全部大货，只留热门款式持续返单，这就是中国供应链的绝对底气。如果说义乌承包了世界杯的氛围感，那东莞就直接拿捏了世界杯的牌面担当。看球的朋友都熟悉的大力神杯摆件，本届赛事全球唯一顶级独家授权，花落东莞伟光，深耕行业32年，从最初的普通代工厂一路逆袭成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独家生产商，这份实力绝非偶然。你可不要以为造奖杯是简单流水线作业，国际足联的审核标准严苛到极致，对产品品质、交付效率、供应链稳定性、品控体系都有着极高要求，层层筛选，优胜劣汰，淘汰了大量老牌厂商，能在多家同行竞争中脱颖而出，拿下全球独家授权，足以证明中国制造的品质早就站稳国际顶尖梯队。不止大力神杯，广东台山的五金企业也成功拿下世界杯官方杯具授权，再度印证国产制造早已摆脱低端代工标签，手握实打实的技术壁垒和品牌话语权。看完周边制造，再来看看赛场核心的硬核中国制造，这才是真正的藏大招。很多人以为中国品牌参与世界杯无非就是
花钱打广告，挂个 logo 刷存在感，但今年中国企业直接冲进赛事核心圈层，掌控赛场关键环节。首先是撑起整场赛事视觉的中国大屏，全球超半数的 LED 显示屏市场都被中国企业牢牢占据，常年领跑全球商显行业。本届美加墨世界杯16座顶级球场的巨型悬空计分屏、异形幕墙显示屏，基本都是国产 COB 显示设备。这项技术完美解决了传统屏幕易损坏、视角受限的问题，可视角度广、画面清晰、拼接无缝，全程稳稳撑起世界杯的顶级视觉效果。在全球81亿美元的 LED 视频墙市场里，中国企业就是绝对主力。不止屏幕，连球迷脚下的绿茵草坪都是中国方案量身打造。国产体育草坪企业采用天然草种搭配高分子新材料的混合草坪技术，精准适配国际足联对平整度、耐踩度、摩擦系数的严苛标准。简单说，球员能流畅跑位、精彩射门、极限对抗，背后都是中国技术的加持。从器材出口到整套工程方案输出，中国体育制造早已实现全方位升级。更值得骄傲的是海信的技术破圈。作为连续赞助多届世界杯的国产企业，今年海信不再只是单纯的赞助商，而是世界杯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官方技术合作伙伴。自研的3维控色显示设备入驻赛事核心判罚中心，帮裁判精准还原赛场细节，规避误判。这意味着中国技术正式参与世界杯核心赛事决策，不再是场外的广告过客。商业层面，中国品牌更是强势刷屏，气场拉满。本届世界杯16个全球顶级赞助商席位，中国企业直接拿下4席，万达、联想、海信、蒙牛领衔出征，叠加五粮液、妙可蓝多等合作品牌，整体赞助总额突破5亿美元，占全球赞助总额的近1/5。从高端商业布局到核心技术赋能，中国品牌彻底改写了以往只靠代工出圈的旧形象。而最让人惊喜也最有温度的是本届世界杯全新上线的中国文化专场。以往世界杯的周边文创全是欧美体育风格，今年不一样，多项中国非遗技艺首次拿到世界杯官方授权，成功登陆国际顶级赛场。国家级非遗湖笔、永嘉黄杨木雕、荣州陶3大传统技艺跨界联动，把江南美学、中式工艺和足球潮流完美融合。流线型的笔身搭配足球纹理，精致的木雕结合赛事元素，传统非遗不再老气，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传统手工艺过时、小众的刻板印象，反而在世界杯舞台上绽放出了新的活力。就连泡泡玛特世界杯联名款上线几秒空，足以证明中国文创的出圈实力。还有五粮液联动央视打造的专属综艺和观赛活动，把中国味道、中国文化稳稳送到了全球观众眼前，实现了文化输出的完美破圈。最后，咱们再来聊聊最让人感慨的曲线参赛。虽然国足没能站上世界杯赛场，但中国足球元素从未缺席。本届世界杯，中国裁判组实现历史性完整建制出征，马宁、傅明、周飞3人组团执法，涵盖主裁、VAR 裁判、助理裁判全部岗位，创下了中国足球历史首次。47岁的马宁更是成为首位连续2届执法世界杯的中国裁判，还有6名中国少年担任赛事护旗手，站上全球舞台。赛场球员方面，现役中超外援10余名前中超旧将纷纷代表各自国家队出战，同时规划球员塞尔吉尼奥的加盟为国足后续赛事补强蓄力，而华裔球员遗憾转籍参赛的遗憾，也让我们看清了足球发展的沉淀与成长。纵观整届2026美加墨世界杯，中国早已不是简单的路人、客串的配角，而是全维度、系统化的深度参与者。以前我们靠低价代工刷存在感，如今我们靠原创设计、核心技术、品牌实力、文化底蕴站稳脚跟。从义乌的爆款周边、东莞的官方奖杯，到国产企业的赛事核心技术、非遗文化的海外出圈，再到中国裁判、中超元素的赛场亮相，每一处细节都是中国实力升级的最好证明。国足缺席的遗憾确实存在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中国制造、
中国技术、中国品牌、中国文化早已强势领跑世界赛场。这届世界杯不只是各国球队的竞技舞台，更是中国产业升级、文化自信、硬核实力的最佳展示窗口。从低端代工到原创制造，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，中国制造业的蜕变肉眼可见。相信未来，我们不仅能实现中国承包世界杯，更能等到国足堂堂正正站上世界杯绿茵场的那一天，补齐着最后一块遗憾短板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